后脑大量出血，左脚骨折，血压很低，没有意识。于迅，浩然，怎么样了？抢救中。你联络到友华了吗？打了他的手机，但是没人接。我再试试。 喂，一迅，找我什么事？到西，准备电击。Sorry。这样。 罗德西也在抢救当中，怎么会这样呢？1个钟头前我们才碰面。美英姐是在救人的时候被车撞倒的。她的伤势严重吗？你们说话啊！美英会没事的，对不对？你肯定知道，你说，快说。情况好像不乐观。美英，你冷静点。 美英会没事的，他一定会杞人天相，他一定会熬过去的。我也是的，我也是。我老婆怎样了？对不起。 美英没有死 ，Dr. C， 你救救她，求求你，救救她，你们救救她，美英，美姐，放开我，
我先去给你们倒杯水。爹地，妈咪真的不回来了吗？爹地，我要妈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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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雅健，别哭了。妈咪去了哪里？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是，你妈咪还是很爱你，很想念佳健的。你想不想妈咪开心？你想妈咪开心，你就得听话。妈咪最喜欢听话的孩子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才乖嘛。杰伊阿姨现在带你去洗把脸，然后换件衣服，好好的睡一觉，好不好？来。这几天为了美英的后事，你也累坏了，好好去休息一下吧。不要这样啦，美英人都已经不在了，如果连你也垮下，那佳健谁来照顾呢？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佳健想一想啊。太不公平了。我们做救护员的，职责就是救人，就算救不活，也尽量让他们有机会跟亲人说出遗言。可是，我连见美英的最后一面，听她说最后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。美英是为了救人，才赔上自己的命。不是说好人会有好报吗？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老天要这样对待我们？你冷静一点，这一切都是意外。为什么要答应他，让他回去工作呢？都是我害死了他。都说是意外了，谁会预料到这种事会发生呢？你不要把责任都怪在自己的身上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他回去上班那天，心情很好，他跟我说：“你早点回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。有华一直觉得佳健太寂寞，本来就想给佳健添个弟弟或妹妹。如果他知道他在当爸爸，一定高兴地跳起来。美英人都已经不在了，如果连你也倒下，那谁来照顾佳健？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佳健想一想啊。
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很快就整理好了。李某啊，车子清理好了吗？清理好了，天气真的很热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呀，有眼顾前不顾后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sorry。哎，对不起，三哥，对不起。你这个糊涂蛋啊，做事情莽莽撞撞的。我的背后又没有长眼睛。别顶嘴了，虚心受教。听到了没有？同样是新人呐，浩然比你能干，文倩比你细心呐，你要好好学习呀，听到了吗？知道啦，我已经答应过美英姐，我会努力学习，提升自己的专业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提起为什么要回来救护队？不回来不就没事了？都是我的乌鸦嘴，说什么同生共死，为什么要提死字？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美英无法完成的工作，我们要帮她继续下去，这样她才会安心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美英姐被撞的那一幕。那天我们已经救了人了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虽然我们的工作常常要面对死亡，应该要很看得开。可是美英是我们的同事，是我们的好伙伴。没想到我会再一次失去伙伴。再一次。我曾经在国外的灾区当过义工。他是为了救我而死。美英姐，她也是救人的死。我们现在没办法接受她离开我们的事实，但我会永远记得她救人的伟大精神。来，我们要振作起来，要不然美英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她会不开心的。没错，不懂得控制自己情绪，怎么能够冷静去救人？我发誓，我会用心学习，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，还有克服怕血的心理障碍。啊，这是你说的，我会帮美英好好看着你。收工啊！你没事吧？虽然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，可是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受。有时我会问自己，生命为什么那么脆弱？身边的朋友为什么一个又一个的离开我？我问了一遍又一遍，一直都找不到答案。
生命无常，你看开一点吧。人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可是活着的人，却要努力让自己接受事实，花时间、精力，让自己忘掉悲痛。可是，始终忘不了的，就是离开你的伙伴。有时候，我宁愿死的那个人是我。浩然，死猴子，你来干嘛啊？哎，文松啊，你帮我看着文翰，我要过去鸡蛋嫂家里打麻将。阿妈，我受不了这小猴子了。哎呀，文倩就快回来了，你帮阿妈看一下不行吗？你叫母老虎自己看啊，带它回来干嘛？哎呀，那个女人要去做工，你爸爸又不懂跑去哪里，你叫我怎么可以不管自己的孙子呢？好，我帮你看，给钱。哎呦，好心你啦，有手有脚要钱就自己去赚嘛。阿妈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朋友介绍的啊。那你还跟我要钱？朋友介绍工作给我，我总要请人家吃饭，对不对？总要买东西给人家，对不对？没钱。阿妈。哎呦，文翰，你看你弄得满桌子都是水呀！哎，还像大伯公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还不赶快去拿布来骂！去啊去啊去啊！啊，快！ Excuse me。阿妈，就当是我跟你借啦，我领了薪水就还给你，好吧？你呀，做3天就停2天，也不知道你这份工作能做多久。阿妈，那，阿妈，就只有1张啊！不要算了。要。抹干净一点啊！喂，好了好了，马上到，不要再催了啊！文松啊，你们2个要看紧文翰啦，不要只顾看电视。还有啊，下雨要记得关窗。哎呀，知道了啦。阿妈，记得打电话给老爸，叫把猴子带走了。好啦，等一下我会打电话给他的。开。干嘛？不好吧？没种。谁没种啊？走。
怪了，阿嬷把钱藏去哪里了？这个抽屉是锁住的，钱一定是在里面。找东西撬开。来，哎，看，哎，好多钱哎！你们偷阿嬷的钱，我去告诉阿嬷！阿嬷，放开我！我要告诉阿嬷，放开我！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打你啊！你乖啦，你不告诉阿嬷，我们去买东西给你吃。我爱吃炸鸡。烦死了！切，好了，改天买给你哈。你骗人！我去告诉阿嬷。你。不用管他了，阿嬷知道最多是骂我几句。不要拿全部了，太明显了。今晚有钱出来玩了哈。乖。哎，约看他们一起出来玩，人多比较好玩。OK。糖果盒不见了，药在里面啊！啊？就算你把药放在里面，被人发现怎么办？讲这么多干嘛？还不快帮我找？没有啊，会不会是你弟弟当糖果吃掉啦？啊！小子，图我吃什么？抓！乖啦！啊！图我快！拿过来，这个不可以吃。我要吃糖。烦死！给我。放开！闭嘴啊！放开！放开！烦死了！走！我今天看你怎么干哈！走！拉我去！我要去！小组走了哈，拜拜。妈，我现在来带孩子了，你不要15分钟就打来一次，让我好好喝酒嘛。我现在在门口了，那你好好打麻将啊，拜拜。哇！我看，我看，你别吓爸爸，我看你醒醒啊，我看，哎呦，该怎么办呢？文倩，谁打来的？爸。喂，爸，什么事啊？怎么会这样的？哎呀，我叫他叫不醒啊，会不会死了啊？快帮我打995！文翰在家里吸入过量的煤气，晕倒了。爸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慌，照我的指示做。先关掉煤气，打开窗户，让空气流通。我都做了。好，现在你把耳朵贴近文翰的嘴，听他有没有呼吸。哦。没有呼吸嘞，怎么办呢？
爸，那在救护车到之前，你快帮文翰做人工呼吸。我哪里会我没学过哎？爸，要救文翰的话，你一定要做。那你现在把文翰放在地板上，双手交叠，在他的胸口中间部位按压。哪里？胸口中间部位。爸，你一定要继续做下去，直到救护人员赶到为止，知道吗？哦。你快点醒醒！文翰，我按。文翰，哎，姐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姐姐被你吓死了。你老爸也被你吓死啊！哎，幸苦我当场跟你呀呼啊，谢，把你救醒了。老爸好厉害，是 hero。哦，是 hero 啊！是啊，伯父刚才的确做得很好。当一个人停止呼吸的时候，旁边人要尽快为他做 CPR。哎，时间拖得越长，脑部造成的伤害就越大，甚至会救不回哦。姐姐，我肚子饿。好，姐姐等一下就买鱼粥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吃日本餐，可是哥哥不带我去吃。就叫那臭哥哥把你绑在厨房。真是的，上次他把文翰绑起来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他现在还这么做。等你好了，姐姐就带你去吃，好不好？不过你要老老实实跟姐姐说，煤气炉是不是你开的？你是臭小子，有这放屁！姐姐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能玩煤气炉，也不能玩电插头，也不能玩火，你怎么不听话？你再这样的话，姐姐就打你了，打你了！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阿嬷，他晕倒进医院，你还打他？你这么黑心啊你！阿嬷，我没有，我只是轻轻打了2下，提醒他不要开煤气炉。文翰是煤气中毒才会晕倒的，幸好伯父发现得早。哎，是阿妈，是我。你不是上一次看我儿子的那个医生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他是我的朋友。男朋友。文松呢？文松在哪里啊？啊？他把文翰绑在厨房，自己跑出去了。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给文松。如果你早点回家看着文翰，文翰就不会出事了。你根本就想害死他。哎呀妈！你骂他干什么呢？闯祸的是文松的臭小子啊！文翰不是他的亲弟弟，他巴不得文翰就这样死掉。妈，你看他，还装可怜呢，害人精。如果文翰有什么擅长两短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妈，这是医院啊，不要骂人。妈妈，哎呦，我的宝贝孙子，哪里不舒服啊？来，告诉阿妈啊！不要骂姐姐。阿妈不会骂他的啊。乖。我口渴。口渴啊？哦，哎，我来吧。来，乖，慢慢喝啊。乖。我去买点饮料给大家。多一点。哎，大医生，大医生，不要叫我大医生，叫我哲明好了。哲明。我想跟你借钱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跟我朋友啊搞这个杂菜饭生意。摊位我已经看好了，在市区里边人潮很多的，生意肯定不错。只不过是，你想借多少？租金加上买碗碟拉拉杂杂呢，1万块。哎，不，2个人平分，1人5000块。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。哎，不要紧啊，你开支票给我写我名字就可以了。我没带。不是吧，大医生，你不借你直接说好了嘛。所以说5000块也不算是很多啊。再说我如果生意好的话，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。不，我身上只有500块，你先拿去用吧，剩下的我明天再开支票给你。
你真是我的贵人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文倩遇上你啊，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哎，剩下的明天开支票给我。不要跟他说啊。我爸是不是向你借钱了？你不能借给他。他跟我说要跟朋友合伙做生意，他开了口，如果我不借，那不太好吧？他骗你的，他有了钱不是拿去赌就是喝。他向你借多少了？5000块。5000？你给他了？我身上只有500块，我跟他说，其余的我明天会再开支票给他。支票你不要开了，那500块我会还给你的。以后他再来找你，你1分钱都不要给他。那你呢？如果你爸爸跟你要钱，你明明知道他会拿去赌、拿去喝，你会不会把你辛苦赚来的钱交给他？你一样也会给，对不对？他是我爸，我怎么可以？你为你家人付出，可是他们又怎么对你？你爸爸对家庭不负责任，只会伸手要钱。你阿妈对你不是打就是骂，你没做错事，为什么要默默地承受这一切？你不明白的，阿妈讨厌我是有原因的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？我一出事，爸就刚好失业，欠了一身债。阿嬷也在那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差一点就死掉。从那时候开始，阿嬷就认为是我把灾难带给这个家。有一次，我被阿嬷责骂，跑了出去。妈妈焦急地四处找我，我却赌气不理她，结果害妈妈发生意外，过世了。妈妈过世后不久，爸爸就再娶，搬了出去。阿嬷就更加认定我是扫把星，只会给家里带来不幸。阿嬷一向来都重男轻女。在他的观念里，女孩子永远是赔钱货，男孩子才能延续香火，开枝散叶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他怎么还那么守旧？她始终是我阿嬷，是她辛辛苦苦把我和文松带大的。阿嬷再怎么无理，我爸再怎么不负责任，他们还是我的家人。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我很心疼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你这么委屈，这么辛苦。现在不辛苦了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你不是说过要替我分担的吗？说话要算数哦。你们觉不觉得我们护士长最近好像变了呀？是吗？这次出来前工作常做超时，现在时间一到就不见人影了。听说他是帮人家照顾孩子。帮谁？是不是那个死了老婆的救护员？听说，我只是听说。我们的护士长一直都在暗恋那个救护员。
难怪这么热心，他老婆死了，他还趁虚而入。很精彩啊，继续说啊！这么会编故事，在这里当护士太埋没你们的才华了。时间说是非，不如多花点时间在照顾病人上，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事。我现在去做事了。谁阿姨？佳健，你自己上去好吗？不要，那我打电话给爹，叫他下来接你。他都不管我的。爹怎么会不管你呢？他每天都看着妈咪的照片不吃饭。他没有吃饭，可是他有没有煮饭给你吃呢？有，是快炒面哦。那怎么行呢？走，阿姨现在马上上去煮饭给你吃。又来了，来吃饭。杰一，你也一起吧。佳健跟我说这几天你都没吃饭，你还好吧？这几天浑浑噩噩的，一闭起眼睛就想到美莹，根本接受不了她已经离开的事实。美英虽然不在，但生活还是得继续下去的。还有佳健，他也需要你的关心和照顾。雪姨阿姨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会自己照顾自己。你看，佳健真的很懂事。你再不振作，也太对不起他了。我会振作的，再过几天我会回去上班。那就好，美英知道了也会安心的。对了，我听医院的护士说，美英出事前几天去过医院找你。她有向你提过什么吗？没什么，她说要重回救护队。那天她心情特别好，没想到。对不起啊。没事，吃吧。喂，我想咨询一些事情。我给佳健洗了澡，哄了半天，他才肯去睡觉。来喝咖啡吧。怎么了？美莹去医院找你，真的没有告诉你什么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他只告诉我要重回救护队。没有其他重要的事？没有啊。她没有跟你说她怀孕的事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这是美莹去医院看医生的收据。我打去问过了，医生说美莹已经怀了2个月的身孕。有怀？你是不是打算永远都瞒着我？
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可以不跟我说呢？美英刚死，你已经很难过了。如果我再让你知道她是一尸两命，我怕你会承受不了。够了，我是美英的丈夫，也是孩子的爸爸，我有权知道。就算是我承受不了，也不用你来替我操心。你只不过是个外人，我家的事不用你来担心。你走，以后我家的事我自己会处理，家健我会自己照顾，不用你来担心。好，算我多管闲事。以后我不会再自讨没趣，出现在你面前了。